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参加兄弟的婚礼，却发现新娘是我的初恋。我临时租了一个女友，送蓝宝石钻戒、豪车、大平层，初恋极了。她当场悔婚，要跟我重归于好。我笑笑，晚了，泼天的富贵已经落在别人头上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进入酒店大堂，迎面是巨大的婚纱照，看清照片上的人，我惊得目瞪口呆。新郎是我的大学室友张赫，新娘却是我相恋3年的初恋宋乔。我的脑袋嗡嗡作响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宋乔怎么成了张赫的新娘？我脑袋发懵，好一会儿才冷静下来。我必须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我直接来到婚礼现场，此时刚好12点，新郎新娘正在宣誓。宋乔含情脉脉地看着张赫，温柔地说：“我愿意。”我耳边响起他曾经对我爱的宣言：“我也想你。”一样的温柔如水，却是面对不一样的男人。礼仪小姐把戒指盒捧到两人面前。我看着两人交换戒指，几次想冲过去质问宋乔为什么，但我忍住了。到了这一步，我并不想破坏他们的婚礼，更不想挽回宋乔。我只是想知道这两个人到底在搞什么鬼。我还想让宋乔后悔，他不是很喜欢钱吗？我要让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让他错过了泼天的大富贵。我扫视了一圈，看到了一个气质和容貌都碾压宋乔的服务员。我花1万块钱租他临时扮演我的女朋友，他收了钱，微笑着说愿意效劳，不过我要去换一身衣服。服务员在出现的时候穿着一身漂亮的旗袍，这气质放眼整个婚礼现场也无人能及。张赫和宋乔给他们的父母敬了茶，收了改口红包。接下来宴席要开始了，我带着服务员上台说：“打扰一下，先祝新郎新娘新婚快乐，祝2位白头到老，早生贵子。”我看了宋乔的肚子一眼，他的脸都白了，似乎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。张赫笑容满面，想跟我握手：“齐哥，你迟到了，一会儿先罚你3杯。”我不动声色牵住服务员的手，我刚才接女朋友去了，耽误了一点时间。服务员的笑容非常得体：“你们好，我是七哥的女朋友姚琴。”这姑娘挺有眼力见的，听见张赫把我叫齐哥，她跟着就叫七哥，让人听不出破绽。宋乔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他也想不到吧，今天我身边会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但这时候他什么也不敢说，更不敢质问我。我说：“我来晚了，没有听见你们介绍恋爱经过，你们是什么时候好上的？”张赫笑着说：“3个月前，你们分手以后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”呵呵。宋乔3个月前就告诉张赫说跟我分手了，那我这段时间是跟他的影子在一起。我也蠢啊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察觉。我鄙视地看向宋乔，他也看着我，表情很紧张，眼里竟然还有祈求。呵，怕我揭穿他。我看着他笑了笑，问：“你从来没有恨过张赫，是吗？”其实我跟张赫断交已经1年了。1年前我俩打了一架，因为宋乔说张赫欺负他。当时张赫有女朋友，是宋乔的同事，也是宋乔介绍给他的。我很生气，去找张赫指责他，他不仅不道歉，还挑衅我说要跟我竞争。我一拳打过去，他还手了，我暴怒打了第2拳，我们俩顿时打得不可开交，还是被他的同事拉开的。我回到住处，宋乔看见我脸上的伤，心疼极了，他抱怨说：“你干嘛去找他呀？
我以后不理他就行了。我同事也跟他分手了，我不会再跟他碰面。从那以后，我和张贺就没有来往了。前几天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说他要结婚了，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。时间这么久了，我想着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他都主动打电话来了，我一个大男人也不能太小家子气，就答应了。但我告诉宋乔的时候，他却坚决不许我去，说他很讨厌张贺，我不想让他生气，答应不去，只随个礼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他跟我明修栈道，却和张贺暗度陈仓。宋乔此时也豁出去了，说：“是我从来没有恨过我老公，我一直爱他，是你死皮赖脸缠着我。还有，我都说了，不许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没想到你还是追到婚礼上来了。”他的无耻刷新了我的三观，原来他坚决不让我来参加张贺的婚礼，是不想让我知道张贺娶的是他。难不成他还想让我跟他继续保持关系？我打断他，我们的事就不说了，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我女朋友求婚，请在场的朋友给我们做一个见证。好啊！掌声雷动。我从包里拿出一个戒指盒，打开，闪闪发光的蓝宝石惊呆了所有人。天啊，蓝宝石钻戒，真嘟假嘟？当着这么多人求婚，怎么可能有假？我看向服务员姚琴，深情款款地说：“亲爱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她的脸上满是羞赧。我愿意。我给她戴上戒指，掌声噼里啪啦响起来。我又从包里拿出车钥匙，我买了一辆兰博基尼，是送给你的，作为我们的定情信物。姚琴吃惊地说：“为什么要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？”我回答：“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国庆节的时候我要送给你一个惊喜，但不止这个。”这些话是我之前跟宋乔说的，所以他应该明白，我要送他的惊喜不只是昨天送他却被他嫌弃的全绿翡翠手镯，还有这辆兰博基尼。有人发出了惊呼声，这辆兰博基尼298万，一般人家是买不起的。我想宋乔应该后悔了吧，和他交往的这3年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他特别喜欢我送他贵重礼物。有朋友好心劝过我，说他图的是我的钱，可我觉得他愿意跟我在一起，就说明他是爱我的，给我爱的女人送礼物，再贵我也心甘情愿。可当我准备好了真正贵重的礼物时，她却成了别人的新娘。宋乔的眼神先是吃惊，然后又鄙视地说：“买个包都要花几个月的工资，买得起兰博基尼，不过借了一把车钥匙而已。”我想起有一次，我花3万多块钱给他买了一款很时尚的包，他问：“这要花你几个月的薪水？你有贷款吗？要还信用卡吗？”我确实有贷款，因为我自己做了点生意，但我不想让他操心。我回答：“有点贷款，我很快就能还清。”那时候我以为他是责备我不该大手大脚花钱，现在才明白，原来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个靠贷款讨他欢心的穷鬼。此时我不屑跟他解释，我又拿出一叠资料，对姚琴说：“我在临江楼给你买了一套房子，这是购房手续，一会儿我陪你去过户。”宾客们的惊呼声更响亮了。临江楼是本市的高端建筑，大平层，均价5万1平米，一套房子1000万以上。服务员不惊不诧，笑容淡然：“七哥，你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承受不起。”我说：“拿着吧，我说了送给你，就不会食言。”宋乔突然冲过来，伸手就抢：“这是送给我的！”我把资料塞给姚琴，并把她拉到我身后。我对宋乔说：“我是送给我女朋友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宋乔嚷着说：“
他算什么东西啊？姚琴不高兴了。宋小姐，如果你不会说人话，就最好闭上嘴巴。我看了她一眼，这姑娘可以啊，不是逆来顺受的主。你敢骂我？宋乔暴怒，一巴掌打过去。我眼疾手快，抓住她的手喝道：你敢动她试试？我花钱请来的人，不能让她欺负。宋乔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你护着这个贱巨人，我们3年的感情，你才认识他几天？以前他骂我的时候，我以为他是爱我，因为打是心疼，骂是爱。现在我却觉得他骂人非常难听。我自嘲地笑。3年时间，我今天才发现，你还真是不会说人话。我甩开他，看向张赫，管好你老婆。张赫过来拉宋乔，老婆，今天是我俩的婚礼。宋乔转头，恼怒地大声问他：你买得起兰博基尼吗？买得起临江楼一个厕所吗？一套200万的破房子，一辆50万的破车，就想让我嫁给你，生儿育女，做牛做马？你的脸怎么这么大？张赫的脸色很难看。宋乔，我把最好的都给你了，还要怎样？齐哥说他买了兰博基尼，买了临江楼的房子，你就相信他？如果买得起，以前怎么不买给你？他今天来唱这一出，就是为了气你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个什么女友，也是他临时找的，不然为什么我们都不认识？宋乔恍然大悟，马上嘲笑我：齐哥，别来我面前打肿脸充胖子，你有几斤几两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你银行的贷款还清了吗？信用卡刷爆了吧？你个一辈子也发不起来财的穷屌丝，在我面前炫什么富？我只会觉得你可怜。我忽然觉得，我今天搞这一出很没劲，因为我意识到，宋乔可能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他喜欢的只是收到我送给他礼物的快乐。对一个从未爱过自己的人，我搞这些有什么意义？张赫开口：老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他吗？我就是要看看这个跳梁小丑今天怎么来蹦跶。原来他请我来参加婚礼，并不是要跟我冰释前嫌，而是为了羞辱我。张赫又看向我：齐哥，1年前你把宋乔视为你的私人物品，还为了他跟我打架。我今天请你来，就是想让你看看，他最终还是成了我老婆。你输了，哈哈哈哈！我也笑了。原来你喜欢二手的，我忘了，你原本就是收破烂的，这倒符合你的人设。张赫顿时暴怒：你说什么？我丝毫不受他的威胁，不紧不慢地说：我说我腻了，就赏给你吧。他扑过来，一拳砸向我，我闪身让开，脚下一勾，他扑通跪下。我拿起手机打电话，以后不必从张赫这里进货。张赫站起来骂：你特么吓唬谁呢？他又向我挥拳头，几个老人也跑上来攻击我，是张赫和宋乔的父母，这种老年人碰不得，不然怕是会赖得我倾家荡产。姚琴突然冲到我前面，捂着肚子喊叫：啊，我的孩子！几个老人立刻住了手，张赫也不敢动了。对姚琴冒充孕妇的勇气，我深感佩服。张赫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：听说你结婚了，我来见证一下，祝你们表弟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我回头看见一个女人缓步走了进来，这个女人我认识，是张赫的初恋，也就是宋乔以前的同事。宋乔气愤地骂：你说什么呢？我的婚礼不欢迎你，快滚！他的前同事鄙视地说：你以为我稀罕来参加你们的婚礼？我是来揭穿你的真面目的。去年你把这个渣男介绍给我，我以为你是一片好心，直到撞见你们，我才知道我只是你俩的挡箭牌。本来我以为这辈子
不会再跟你们见面。不巧我又回到这里上班，正好听说你俩结婚了，那我就亲自来送你们一份祝福，祝你俩生生世世都锁死，别再坑害他人。听了他的话，我才知道我当初为宋乔跟张贺打架有多蠢。不是张贺调戏戏他，而是他俩一直勾据搭在一起。我那时候真是一只蠢蠢的舔狗，宋乔一句话，我就为他赴汤蹈火，没有弄清楚真相就和张贺大打出手。我为我3年的青春浪费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，深感不值。宋乔对同事的指责全然否认，并破口大骂。如果在以前，我铁定相信宋乔，所以他同事就算当时告诉我真相，我也未必会信。宋乔的亲戚自然都是帮他的。几个女人冲出来，对女同事开启泼妇骂街模式。女同事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也不恋战，直接走人。这时，张贺的手机响了，他拿出来看了一眼，哈哈大笑。陈哥给我转了1000块钱的礼金，姓齐的，来，你听听我陈哥怎么说的。他开了功放，陈哥，你太客气了，今天怎么没来喝喜酒？那边说，我有事来不了，只能送一份礼金，祝你们新婚快乐。张贺点头哈腰地说，谢谢陈哥，改天我请你喝酒。那边咳嗽了一声，说，喝酒就不必了，我给你说一件事，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张贺惊呆了，怎么回事啊？陈哥，我们的合作不是一直很愉快吗？那边回答，抱歉，这是我们老板的意思，不是。老板为什么突然不跟我合作了？张哥焦急地问。我没兴趣再留在这里，带着瑶琴离开。进了电梯，他取下戒指，连车钥匙和购房资料一起还给我。我没有接，这是送给你的。他摇头，不行，我已经拿了你1万块钱，这些我不能再要了。我说，我本来也是要送人的，送给谁都一样，拿着吧。一个被伤透了心的男人，手握再多的财富又有什么用？姚琴一脸为难，可我还不会开车，我送你到临江楼，顺便把房子过户给你，你可以把车放在那里，等你学会了再开。来到酒店的地下停车场，我们正要上车，张贺和宋乔跑了出来。张贺拦住我问，齐哥，你到底搞什么鬼？为什么老板不要我的货了？你是不是认识老板，给他说了我的坏话？我回答，因为你的人品太差。我不就是娶了宋乔吗？那是我有本事，这跟人品有什么关系？我鄙视地说，你有本事去找老板啊，来找我干什么？张贺的嘴张了张，说不出话来。我又看向宋乔，去完成婚礼吧，别送了。宋乔很愤怒，你为什么在我面前装穷？你有钱为什么不说？你如果早一点给我买车买房。我看着这张无比熟悉的脸，淡淡的说，现在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之前那些钱不是我的，上个月我才正式继承了我叔叔的全部财产。宋乔怀疑地问，你叔叔很多钱吗？我反问，如果他的钱不多，我买得起兰博基尼和临江楼的房子吗？我是个孤儿，被齐家领养的。我上初中的时候，养父母过世了，我和奶奶相依为命。齐家原本家底还行，但我奶奶身体不好，我又上学，只出不进，家底慢慢就掏空了。前几年，齐家失联多年的叔叔突然从海外回来。原来叔叔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，不学无术，奶奶骂他，他顶嘴，把奶奶气哭了。我养父一怒之下打了他一顿，叔叔就赌气离家出走，再也没有回来。他先是到处打工，攒了些钱后到了国外，从帮人到自己做生意，
慢慢成了大富豪。他也结过婚，还有一个孩子，但前几年孩子病逝了，妻子也跟他离了婚。他心灰意冷，开始想念家乡，想念母亲，想要叶落归根。于是叔叔回来了，把公司也搬迁回来。他觉得我还比较争气，对奶奶孝顺，也有生意头脑，就让我跟着他学习管理公司。叔叔没有说要把公司交给我继承，我自然也不敢想，只兢兢业业在公司做事。叔叔会给我支付薪水，我基本上都给宋乔买了东西，也给他零花钱，所以我没有存款。没办法，那时候我太爱他了，总想把一切都给他。我也想到结婚需要一大笔钱，跟叔叔学了一些做生意的经验后，我自己尝试做生意。没有本钱的我，就只能贷款了。事实证明，我确实有经商的天赋。没多久，我还清了贷款，然后我开始存钱，打算存够了就买房子娶宋乔进门。我叔叔突然不想做生意了，说他想陪着我奶奶安度晚年。上个月他把公司转给我，只留了一笔存款，足够他和奶奶养老用。我看着宋乔说，我拿到授权书的第一时间就买了车和房，想回来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，但你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宋乔嚷道，你根本没有说买了车子和房子，就送了我一个破手镯。我笑了一声，你知不知道，那个手镯比临江楼的那套房子和兰博基尼加起来还值价。奶奶知道我有女朋友，她说了多次让我把宋乔带回去见见，但宋乔不愿意，声称要结婚的时候再去见我的家人。我以为她是害羞，现在才明白，她根本不想嫁给我，自然也不想见我的家人。那天，奶奶把她一直珍藏着的全绿翡翠手镯拿给我，她说这是齐家的传家宝，是传给齐家的儿子做定情信物的。本来应该我养母传给我，但养母过世了，所以由奶奶给我。我拿着手镯兴冲冲来找宋乔，却被他嫌弃了。此时他不相信地问我，你那手镯到底值多少钱？我回答，全绿翡翠手镯2000万。宋乔瞠目结舌，脸上的表情很精彩，他现在后悔的肠子都青了吧。我不想再跟他废话，打开车门，示意姚琴上车。宋乔突然冲过来往上爬，这是我的车。我将他拉开，回去当你的新娘，别在这里纠缠我一个穷屌丝。他抱着我的胳膊喊，齐哥，你说过要给我买房买车，你说话不算数。我好笑，我是给我女朋友买车买房，不是给别人买。现在你跟我非亲非故，我凭什么给你买？我把姚琴拉上车，准备开走。宋乔不甘心地跑到前面，张开双手拦住，不准走。我看向张赫，把你老婆拉走。张赫揉搓着脸，牙疼一样地说，你帮我打个电话，让陈哥继续跟我合作。我就把宋乔拉走。我冷笑，这人求人也不愿意说一句软话，我为什么要帮他？张赫在大学里跟我是上下铺的兄弟，毕业以后他3天2头请我们几个哥们吃饭，拜托帮他找个生意做。我当时刚帮叔叔做事，自己也还没有能力，不好提这层关系，没有开口。后来叔叔的公司要进一批货，让我去找厂家谈，他给了我一个价格区间，我的经验不足，也没有口才，跟厂家谈崩了。我怕叔叔觉得我连这点事都干不成，看不起我，很郁闷。我跟一个室友吐槽，他说不如让张赫试试，他嘴皮子溜，说不定可以压个最低价。我说我不好找他，太熟了，不好谈价。室友自告奋勇去找他，没有提我的名字，
只说有一家公司需要买一批货，问他能不能找厂家谈。张贺讨价还价，我如果能谈到公司要的价格，以后他们能不能就在我手里拿货？室友替我答应了，跟我说，反正他是从厂里拿出来的，无非就是赚个差价，你们不亏，也算帮了他。我自然同意。后来每次进货，我都是让公司的陈经理去，我没有和张贺直接谈过生意，他嘴巴太会说，我怕自己说不过他，亏了叔叔的公司。所以张贺这几年能有房有车，是依仗我叔叔的公司。现在这公司是我的了，我原本可以继续跟他合作，但我何必让这种人赚钱？我绕开他，直接跟厂家签合同就是了。可笑他现在还想用这种幼稚的方式威胁我，我懒得理他，对宋乔说，你最好马上滚，不然我报警了。你报警啊？他有恃无恐地说，警察来了，我正好告你强迫我。我什么时候强迫你了？昨天晚上。他得意地说，我今天结婚，你昨天晚上把我骗到你家。齐哥，你最好把房子、车子乖乖过户给我，还有蓝宝贝钻戒和那个翡翠手镯，我都要。张贺紧接着说，还有，你必须打电话让陈哥继续跟我合作，利润要再给我让2个百分点，不然我就报警控告你对我老婆施暴，让你坐牢。我被这2个蠢人逗得哭笑不得，我指了指摄像头，说，看见没有？你们的所有话都录下来了。他俩一起变了脸色，一副失算了的表情。我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，我被人威胁恐吓，他们还限制我的人身自由，拦住我的车不让走。我挂断电话说，你们马上离开，我可以撤销报案。张贺到底是男人，要做生意，不想进警察局。他拉宋乔，我们走吧。宋乔又气又恨，又拿我没有办法。他们往电梯走了，我和姚琴上了车，我准备打电话撤销报案，突然从电梯里跑出来几个半带的孩子，围在我的车前，吵吵嚷嚷地说，豪车了不起啊，砸！他们手里拿的烟灰缸、保温杯等，胡乱往车身上砸。姚琴急得开车窗吼，你们干什么啊？住手！我赶紧把车窗关上，告诉他，车砸坏了没事，人千万别受伤。我再次拨打报警电话，警笛声越来越近的时候，这群孩子哗地跑了。我下车抓住了领头的，他脱了外套跑，我又抓住了。这时警察进来了，那孩子往地上一躺，抱着我的腿哭嚎，打死人了，打死人了。张贺和宋乔也钻出来，指着我说，你这么大人打孩子，有没有王法？我冷笑，我有没有打人？摄像头自然会告诉警察。警察问，谁报的警？我举手，我报的。他们砸了我的车。警察调查取证后，要带那孩子去警察局。他怕了，指着宋乔说，是他让我砸的。宋乔慌了神，我没有，这孩子怎么撒谎？最后警察把他们都带去了警察局。警方查明，这件事是宋乔和张贺商量的，他们对我不满，又不能把我怎样，就想让孩子来砸我的车出气。2人算计，孩子砸了我的车，我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。假如我打孩子，他们就能让我进看守所了，却没有想到我压根儿不动孩子。这孩子又胆小，一见警察就全交代了。张贺和宋乔是主谋，孩子是他们的亲戚，所有责任都是他俩承担，双双被拘留。几天后，他们从拘留所出来，我的车也定损了，修理费一共37万，他们不给钱，拖延，我也不找他们，直接起诉。张贺收到传票，
恨死我了。他害怕被限制高消费，不得不把修理费给我。我的公司不跟张贺合作了，他到处找商机，可他当初的机会是我送上门的，现在生意不好做，谁愿意让他一个中间商赚差价？我对他的事不关心。那辆车修好后，我送给了姚琴，房子也过户给了他。他笑着说：“齐老板这么大方，我受之有愧。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开口，我不再收你的钱。”我也笑起来：“行，有活我找你。”没多久，我果然需要他帮忙，因为我奶奶病危，他想要见见我的女朋友。叔叔说：“奶奶可能熬不过去了，让我赶紧把女朋友带来，让奶奶见一面，让老人家安心。”我于是又找姚琴，请她扮演我的女朋友。姚琴的扮演很成功，我奶奶一见她就喜欢，拉着她的手，请她帮忙照顾我，也让我好好照顾她。她把我俩的手放在一起，让我们相互帮助，相互扶持，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姚琴还帮忙处理奶奶的后事，我和叔叔都很悲痛，也多亏了他，才让奶奶的葬礼顺利完成。叔叔问我什么时候举行婚礼，他说：“按照习俗，你奶奶过世3个月内就要举行婚礼，不然就要3年后才可以办喜事。你奶奶肯定希望你早点结婚。”我说了实话，姚琴不是我的女朋友，我现在还没有心思谈恋爱。我不是还惦念着宋乔，而是3年的恋爱换来这样的结果，让我不愿意再相信爱情。就算要结婚，我也不会再谈感情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会随便找个女人结婚，生孩子，完成任务。只要不谈感情，我就不会受伤。叔叔说：“这姑娘挺好的，你奶奶很喜欢，我也觉得不错，希望你好好把握。”我沉默。如果我要随便找一个女人结婚，那就不能是姚琴，她帮了我很多忙，我把她当朋友看待，我不能用婚姻来伤害她。后来叔叔单独和姚琴聊了会儿，不知道他们聊的什么，姚琴不说，我也不好问。不过姚琴后来经常来看我叔叔，她说奶奶走后，叔叔很寂寞，我有空就来陪陪他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她很漂亮，又善良温柔，是贤妻良母型的好女人。可我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娶她，就是对她的一种谢 X 毒。只是我娶谁，又不是谢 X 毒呢？有一个周末，我在外应酬，叔叔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又来了一个姑娘，说是你的女朋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赶紧回去，看见除了姚琴还有宋乔，我沉下脸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他跑过来往我怀里扑：“齐哥，我好想你。”我闪身让开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请宋小姐自重。”他娇嗔地打我一下：“什么授受不亲？我们谈了3年恋爱，早就是夫妻一样。上一次那个孩子我如果生下来，你现在都当爹了。”我的头嗡的一声：“你说什么？什么孩子？我怀了你的孩子啊！”我叔叔不明所以，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生下来？”我也想生，但人家不让我生。叔叔生气地瞪我一眼：“齐哥，你怎么能让人把孩子拿掉？”我正要解释，宋乔抢先说：“因为他不要我了。”叔叔更生气了，拍着桌子骂我：“你竟然始乱终弃！”我没有，叔叔。宋乔大声说：“齐哥，我们相爱了3年之久，可你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。”呜，我不活了！他一头往墙上撞去，我吓了一跳，急忙拉住他。宋乔扑进我怀里大声哭：“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死，我知道你还爱我。齐哥，人家都说千好万好不如第一好，最难忘的永远是初恋。我是你的初恋，你也是我的初恋，我都忘不了你，你也不可能忘得了我。
与其以后后悔，不如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啊，齐哥？这时候，我看见姚琴起身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我想，他是误会了吧？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想叫他，但不知道怎么说。我现在没有想谈恋爱的心思，那把他叫回来又如何？姚琴的身影消失在门外了。我将宋乔一把推开，宋小姐，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，你演了3年，不累吗？我叔叔抬高嗓门问。齐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把来龙去脉都说了。我和宋乔虽然处了3年，但他明确说他婚前不会要孩子，我怕他伤身体，就一直采取措施，所以3年来他没有怀过孩子。我鄙视地说，你所谓的孩子是怀的张赫的吧？是你的。宋乔大声说，你说要送给我手镯的那天晚上，我呵了一声，你第2天就跟张赫结婚了。他强词夺理地说，反正就是你的，那你为什么不生下来跟我做亲子鉴定？我不想带孩子。我冷笑，是张赫不让你生吧？宋乔现在一定后悔的想撞墙，因为如果他生下那个孩子是我的，他就可以利用孩子上位。假如我拒绝娶她，他也可以用孩子狠狠讹我一大笔钱。他说，是他让我拿掉的，所以我跟他离婚了。齐哥，我们还会有第2个孩子、第3个孩子的，只要你娶我，你想要多少，我就给你生多少。我嗤之以鼻，你跟张赫离婚，是因为他赚不了钱，你嫌弃他了，所以又来找我。他又向我扑过来，可我真的爱你啊！我推开他，爱这个字眼从你嘴里说出来，非常恶心。我愿意为了你死，你不相信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他又撞墙，我无语地拉住他，你给我听好，你要死到别的地方去死，别弄脏了我家的墙壁。我推着他出去，他大喊大叫，齐哥，你是不是爱上那个贱巨人了？你是因为他才不愿意跟我复合的吗？我懒得理他，将他推到门外，砰地关了门。叔叔说，这个女人不能娶，你去把姚琴找回来。我说，叔叔，我现在去找姚琴，对她不公平。怎么不公平？她知道我和宋乔的事，如果我现在去找她，有拿她做挡箭牌的嫌疑。叔叔叹气，行吧，那过一段时间你再去找他，你是成年人了，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。我知道，叔叔，我不会伤害姚琴的。姚琴几天都没有出现，这天晚上，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，却不是他的声音。先生您好，这部电话的主人出了车祸，需要做手术，他的手机上第1个联系人是您。姚琴出了车祸，我匆匆赶到医院，医生说他的情况非常危险，头和腿都伤得很严重，必须马上做手术。我也顾不上什么了，赶紧以他哥哥的身份签了字。手术做了6个小时才结束，姚琴被转入了重症监护室。然后我去查他的车祸发生的情况，因为有人报警，警方已经在查了。事发地处于监控盲区，所以还没有找到肇事车辆。警方查了大量的监控，锁定了一辆车，是张赫的。宋乔和张赫被抓获归案，我冲过去，把张赫一顿暴打。警察把我拉开，我又踹了宋乔几脚。我大声怒问：你们为什么要害姚琴？为什么？警方审问后，宋乔交代，他和张赫离婚是为了跟我结婚，他想用我的钱享受人生，但我拒绝跟他复合。他认为是姚琴的存在导致我不爱他了，于是他和张赫商量，让张赫帮忙把姚琴撞成残废，我就会死心塌地娶她了。他俩谈的条件是宋乔嫁给我以后给张赫一笔钱，张赫自然愿意。他们跟踪了姚琴好几天，
终于瞅到他走到了监控盲区，就开车撞过去了。这不是交通肇事罪，而是蓄意谋杀，两个人要把牢底坐穿了。他们双双跪在我面前，求我原谅。我冷冷地说：“去监狱忏悔吧。”姚琴2天后才苏醒，我对他满是愧疚，我就是怕伤害他，才竭力想要躲开他，结果他还是因为我而受到这么大的伤害。为了弥补，我每天来医院照顾他，他一点儿也不怪我，反倒安慰我，让我别放在心上。他说，我出这场事也好，让他俩都进去了，不然我们会一直被他们骚扰。我敏感地问，他们来找过你的麻烦？他点头，也说不上是麻烦，就是那个男人3番5次来找我，说他喜欢我，让我跟他交往。我想到张赫以前就是用这一招骗走了宋乔的心，恨得牙痒痒。这狗东西和宋乔离婚后，还想来个双管齐下。他让宋乔来缠我，他去缠姚琴，以为这样我和宋乔复合就万无一失了。我说，那家伙惯会说甜言蜜语。姚琴点头，是的，但我不喜欢，而且很讨厌他。我赶了他几次，最后那次我泼了他一盆水，他可能怀恨在心，就想用车撞死我。还好我命大，一段时间后，姚琴的头好多了，只是腿还不能动。我每天用轮椅推他出去走一走。对我和他的关系，我暂时没有想，我被伤害过的感情不是短时间能修复的。我和他能不能做夫妻，看缘分吧。番外篇，姚琴。我喜欢齐哥，因为他，我这个孤女得到了泼天的大富贵，有了车还有了房。但我想不通，这么完美这么好的齐哥，为什么感情经历如此坎坷？齐哥的叔叔跟我说，他性格内向，对感情不主动，让我多跟他见面，培养一下感情。我答应了，经常以看叔叔的名义来他家。但齐哥被伤得太深，他不相信爱情了，也不敢敞开心扉再爱。跟我，他也一直保持距离。我明白他的心思，他怕对我动了情，也怕我受伤。我想慢慢等他把宋乔彻底忘在脑后，等他愿意和我以心换心。没想到宋乔离了婚，又来找他了。我以为齐哥会坚决地把他赶出去，但当宋乔往墙上撞的时候，齐哥立刻拉住了他。我感到他还是爱他的，哪怕他曾经那样狠地伤害过他。我不想再看下去，悄悄离开了。齐哥没有来追我，因为他正抱着宋乔在安慰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在滴血。果然还是初恋最好啊。随后几天，我强忍着不去找他，却又忍不住想，他们和好了吧？是不是要结婚了？我想他想得走神，走错了路都不知道。当我突然听见车子声音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我被撞倒在地上，车轱辘从我的腿上碾过去，我疼得要昏厥了。我眼前出现了齐哥的脸，那张帅气的脸上有一双忧郁的眼眸，他好像总有心事，心里有解不开的结。我曾想帮他抚平眉头的皱纹，让他慢慢开心起来，但现在我没有机会了，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如果我死了，他会哭吗？齐哥，别哭。我两眼一黑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等我醒来，第一眼看见的是他的脸，我知道自己还活着，开心的笑了。后来的每一天，他都来陪我，用轮椅推我，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。我都不想出院了，想在医院里住一辈子，但我又怕他太劳累。等好了，我还是出院吧。然后我要继续守护他，不能嫁给他也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做他永远的好朋友。当然，我还是希望能做他的妻子，虽然可能我这是痴心妄想，但哪个女人没有梦想呢？就让我做一回梦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
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